朋友們，大家好。昨天德國《世界報》有這樣一篇報道，是關於特朗普或者關於美國與古巴的。特朗普在他社交媒體上又一次警告古巴呀，你必須與我們美國達成協議，否則為時已晚。在委內瑞拉總統被美國綁架後，我們要知道啊，特朗普就多次警告過委內瑞拉的盟友古巴，說古巴你得小心一點。昨天特朗普呢又這樣威脅古巴了。德國《世界報》報道，古巴總統宣布將戰鬥到流盡最後一滴血，聽起來特別悲壯。但是特朗普呢，在他的威脅中，並沒有具體說明要與古巴當局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也沒有說明如果沒有達成協議有什麼後果。昨天不久之後呢，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呢，又發布了一條消息，稱古巴多年來一直依靠委內瑞拉的石油還有大量的資金為生。作為回報，古巴為委內瑞拉的過去2位獨裁者提供安全服務。哪2位呢？一個是查韋斯，另外一個就是剛被綁架的馬杜羅。然後特朗普說，但如今這種安排已不復存在。實際上，古巴從委內瑞拉獲得石油，以換取其派遣醫生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此外，據專家評估，大量古巴的情報人員也在委內瑞拉活動。古巴軍人和情報人員負責馬杜羅的人身安全。根據古巴的說法，在美國綁架馬杜羅的行動中，有32名古巴安保人員被擊斃。然後特朗普呢，在他的社交媒體真理社交上也轉發了很多其他帖子，其中有一些用戶熱切的希望美國促成古巴政權更迭。其中有一條帖子開玩笑的說，身為古巴移民之子的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可以出任古巴外長。你們猜特朗普怎麼說？他說聽起來很不錯。目前古巴正陷入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成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古巴目前燃料特別短缺，如果美國現在阻止委內瑞拉向古巴運輸石油，那麼古巴經濟恐將完全崩潰。不過古巴其實也可以從比如說俄羅斯呀，還有獲得石油，但是也會面臨現在美國在公海就攔截這樣的石油，攔截油輪。而且如果美國覺得有需要，它可以從海上完全封死古巴。那麼美國下個打擊的目標是不是很快出現呢？其實他剛拿下馬杜羅的時候，他已經對5、6個國家發出了威脅。古巴他是第一個點名的。然後呢，就是伊朗、哥倫比亞、格陵蘭、加拿大、墨西哥。其實他還想拿下另一個地方，那就是巴拿馬運河。但是從德媒報道來看，目前看來最危險的還是古巴，因為它與佛羅里達隔海相望，最近的距離只有90海里。古巴的地理位置或者說它的戰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從地缘政治看啊，古巴是一個戰略支點。我們現在看地圖就一目了然了。你們看，從墨西哥進出，左邊、右邊，對吧，都被古巴死死掐住。它處於連接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咽喉地帶，所以冷戰時期才出現了所謂的古巴導彈危機，就是因為古巴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近年來，中國和俄羅斯與古巴也有密切的合作。西方媒體，我以前看過德國媒體幾次報道說啊，中國在古巴設立了情報監聽站，專門監聽美國的情報。但是同時，美國忘記了啊，他自己在全世界有800個軍事基地，在南海、在東海等等，有很多美軍基地把中國團團圍住。他這點他不說了。即使中國只在古巴設立一個情報站，對美國來說也是一種威脅了啊。朋友們，在美國綁架馬杜羅得手之後，特朗普啊，毫不掩飾地說，他不需要國際法，他就是國際法。他說我做什麼事啊，就是看我的道德怎麼樣。也就是說，我美國，我特朗普，我就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行我素，你奈我何。目前這個世界好像就這樣了，在這個地球上，誰拿美國，誰拿特朗普都沒辦法。而且他明確說過了啊，不允許他人染指美洲，美洲就是美國人的。這就是所謂的美國新門羅主義，也有人叫唐羅主義。拿下委內瑞拉後，
特朗普的戰略很明確，那就是設法把中國、俄國這兩個國家趕出美洲，這樣呢，美國就可以獨霸拉美了。不僅有美國重要人物前段時間把比如說格陵蘭島它的地圖打上了美國國旗的底色，也有人把整個美洲從北美格陵蘭一直到南美阿根廷的最南端打上了美國星條旗的底色。所以司馬昭之心盡人皆知，很明顯，美國正走向美帝國。而且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來，顛覆古巴政權一直是美國各界政府的執念呢。如今打掉了委內瑞拉，如果再打掉古巴的話，那就是在美洲同時打掉2個社會主義政權，那就可以殺雞儆猴，給中南美洲那些左翼國家來一個下馬威。而且對古巴動手，目前來看是個極佳的時間窗口，因為特朗普看見如此容易就拿下了委內瑞拉，而且沒有国家有能力反對，又加上現在美國的國務卿又是古巴裔的後裔，美國的古巴裔移民對現在的古巴社會主義政權可以說是有國仇家恨的。我們就這樣比例吧，就像當年國共內戰之後，國民黨打輸了，然後呢潰逃台灣，對不對？那些國民黨人他們的後裔，你們說他們對共產黨政權是不是恨之入骨呢？古巴的情況也一樣，當年1959年革命失敗後，很多當年的那些資本主義或者古巴當時政權那些人紛紛出逃，逃到美國去了。而且現在的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是當年逃到美國的古巴裔後裔那他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那當然是推翻現行古巴社會主義政權了。另外，拿下古巴還有美國國內政治的考量。佛羅里達州是一個美國非常關鍵的所謂搖擺州，而該州古巴裔的移民比例相當高，古巴裔選票對共和黨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今年11月是美國所謂的中期選舉，所以拿下古巴也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因為這樣的話很可能就可以得到在佛羅里達州還有其他州古巴裔移民那些選票。在這次美國綁架馬杜羅的行動中，在委內瑞拉打死了32名古巴警衛，他們來自馬杜羅的核心衛隊。古巴政府表示，這是在履行雙邊的防務協議，這是古巴政府說的。因此呢，這32名被打死的古巴人，在古巴是他們的國家英雄。所以呢，古巴全國將辦旗哀悼這些犧牲的英雄。剛才提到的古巴與委內瑞拉的防務協議，也可能成為美國打古巴的理由之一。而且對美國來說，沒有理由可以炮製理由不需要理由，或者莫須有的理由也可以。反正對美國來說，什麼都無所謂，他的拳頭更大。而且這古巴裔的後裔盧比奧，他是個權力慾望非常高的人。那我想，如果拿下古巴成功的話，他完全可以回古巴來當古巴總統，何樂而不為，對不對？那麼今後古巴與美國的關係，就像現在波多黎各與美國的關係一樣。其實波多黎各就是美國的準殖民地。搞古巴還有一個理由，因為這些年來，其實古巴幾乎都是靠與委內瑞拉合作而續命的。委內瑞拉給古巴提供石油，古巴給委內瑞拉派出醫生以及衛隊等。這幾年，特別是自疫情以來，古巴旅遊業一度中斷，現在也僅僅恢復了一點點。加上委內瑞拉的石油供應已經大幅減少，導致這幾年古巴經濟連續萎縮，外匯也枯竭了，古巴的黑市特別猖獗，所以導致物價飆升。朋友們，如果你們沒有到過古巴，你們對古巴現在慘狀是很難想象的，真的也無法理解，太慘了。該國呢沒有什麼資源，如果沒有委內瑞拉的石油，那麼缺油就直接導致缺電。缺油還導致古巴那些農業機械無法使用起來，那直接導致農務欠收。然後呢，沒有石油，交通運輸也停頓。還有缺外匯呢，導致古巴根本沒有錢，沒有外匯進口急需的食品、藥品等民生物資。而且現在連古巴首都哈瓦那也長時間停電、停水，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如果現在美國完全切斷委內瑞拉石油供應，將很可能導致在古巴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造成大面積饑荒，這絕非聳人聽聞。缺醫少藥，對吧？垃圾成堆，污水也不能處理，疾病爆發，又沒有藥品，所以等等等等，這些就是人道主義災難呀！你們想象那個畫面，現代社會如果在古巴還出現這樣的人道主義危機，甚至古巴要比很多非洲戰亂國家還要慘。古巴老百姓現在生活已經相當艱難了，他們很多人對政府不滿，如果美國還這樣一搞，那會導致情況更加惡化，最後很可能導致古巴政權不穩。現在我們來說說古巴軍事能力，我猜古巴的軍事能力要比委內瑞拉還要弱，因為這幾十年來一直被美國制裁，經濟制裁，那就更不用說了，对吧？沒有錢啊，沒有錢就沒法更新他的武器，武器很老化，然後呢沒有錢，他們的官兵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住也住不好，然後後勤能力也沒有，跟不上，對吧？因為可能他們那些官兵吃飯都成問題，還別說什麼造什麼子彈武器了。所以這樣一推斷，古巴的防衛能力、它的後勤能力、它的補給能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对美國來說，真要通過武力拿下古巴，完全也不是問題。當下對美國來說，要拿下古巴，其實它的辦法很多。第一，可以通過經濟封鎖。這種辦法過去美國已經搞了好幾十年了，從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來，美國一直在對古巴進行經濟封鎖。第二個辦法就是海上封鎖，因為古巴就是個島嘛，一個孤島，所以呢可以從四面八方把古巴把它封起來，圍島，那這樣很快古巴就倒了。第三個方法可以支持古巴流亡勢力，還有第四個當然是直接軍事打擊了。而且前面提到，目前看來啊，打古巴拿下古巴是最佳的時間窗口。中俄兩國即使想幫助古巴，也無能為力，因為是鞭長莫及啊。再加上古巴對於中國對俄羅斯來說，並不是這兩國的核心利益。當然，對中國開展“一帶一路”來說，古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不是中國核心利益。所以中俄兩國可能也不會為了古巴與美國完全翻臉。而且從這次美國綁架馬杜羅，美國也看到了啊，國際社會沒有什麼實際阻力，所以對美國來說，當下啊拿下古巴難度低，收益大，現在是一個極佳的時間窗口，所以可行性非常的高。所以現在就看美國什麼時候下決心開幹了。所以現在對古巴來說，就像頭頂上吊着一把劍，而這把劍隨時都可以掉下來，所以呢，凶多吉少。好的，朋友們，今天通過德國《世界報》報道，特朗普又威脅古巴了，要求古巴盡快與美國達成所謂的交易，如果不達，那就太遲了。然後呢，古巴總統說，我們要戰鬥到流盡最後一滴血。朋友們，現在我們看一些網民評論。因為這是德國中間偏右的媒體，他的受眾可能更喜歡特朗普以及當下美國的政治，所以等一下可能有些網民的觀點與普通中國人有很大的反差，大家不要感到驚奇啊。好，第一條評論：60多年來，古巴人民一直生活在壓迫之下，若該政權垮台，民眾的日子很可能會好過一些。我對那些共產主義者幾乎毫無同情可言。看跟帖，德國之聲對此寫道：古巴民眾的日常生活早已如此，每天數小時停電，為食物、藥品和燃料苦苦掙扎，以及在旅遊業這一最重要收入來源大幅崩潰後，徒勞地等待遊客回歸。霍夫曼指出，古巴政府目前正試圖尋找委內瑞拉石油供應的替代來源，例如從俄羅斯、阿拉伯國家、伊朗或阿爾及利亞進口。再往下，飢餓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但願他們不會失望。自由、民主與繁榮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可惜這點常常被人遺忘。德國知識點評：這種腦殘德國人還在用什麼民主自由來安慰自己？特朗普的做法恰恰是反民主的，也反國際法。下一則，對一些人來說，特朗普是個可怕的國際法破壞者，
對另些人而言，它卻是希望的曙光。古巴革命堪稱所有革命中最慘淡的一步成功時，幾乎可以說是所有革命的血惡繼母了。我倒希望古巴人民能多一點特朗普，少一點社會主義的恩賜。繼續往下，恐怕大多數古巴人都很願意成為美國的第52個州，那裡的情況只會變得更好。社會主義把這個國家搞得如此破敗，幾年前我們去那裡度假，酒店外面是多麼的悲慘呀！再往下，為什麼總是說馬杜羅遭綁架？這個毒梟分明是被逮捕了，他手上沾染的人命，造成的社會災難，比許多戰爭還要嚴重。那些所謂的國際法專家現在怎麼叫得這麼響？難道他們終於沒別的素材可炒了嗎？人們總是稱他為馬杜羅總統，其實應該叫他罪犯馬杜羅。古巴政權也一樣，他們只會奴役自己的人民。再往下，對古巴而言，美國人反倒是一種福音。下一則，川普簡直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最傑出的總統，他兌現了競選承諾，制止了非法移民，遣返了所有必須離境的人，降低了稅收，制止了非政府組織的稅務欺詐，不再批准毫無意義的風力發電設備，引發了經濟繁榮，平息了加沙局勢。也許他還有助於結束伊朗的恐怖政權，可能不久後也會在古巴，並且也大大推動了歐洲的民主。謝謝美國。好，再往下看，古巴不過是一座共產主義的博物館之島，但特朗普既不抽煙，對雪茄毫無興趣，又滴酒不沾，對朗姆酒也無感，因此古巴對他個人而言似乎毫無價值。從軍事角度看，美國若吞併古巴，倒是合乎戰略利益，因為這樣一來，俄羅斯就會失去一個設在美國家門口的據點。對古巴人們來說，這同樣可能是件好事，畢竟情況再糟也壞不到哪裡去了。下一則，對古巴而言，若卡斯特羅家族的切國政黨終於下台，這將是一大進步。屆時，政治犯們才能重返家人身邊，人們也無需再因表達觀點而擔驚受怕。繼續往下，古巴政府的意思是，他們會不惜讓人民流盡最後一滴血來保衛政權，然後自己逃往莫斯科。再往下，3年前我們曾在古巴待過，所以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當地人忍飢挨餓，每天只能靠臨時湊合勉強撐過去。古巴人民迫切需要某種，無論形勢如何，真正的希望和前景。照這樣下去是行不通的，一切真的是所有東西都已被耗盡，徹底毀壞殆盡。下一則，特朗普向古巴政府施壓，無論如何都是件好事，只要能讓當地民眾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就行。如今古巴停電頻發，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經濟狀況慘不忍睹，尤其是人才外流嚴重，凡是能離開的人都在逃離這個國家。特朗普的行事方式或許反覆無常，但在古巴問題上，他的介入或許真能帶來幫助。好，看最後一條評論。一個民主的古巴將為整個地區帶來慰藉，對古巴人民而言更是一種解脫。政治犯將重獲自由，法治國家將恢復獨立與公正，民眾無需再因表達觀點而擔驚受怕。擁有古巴血統的美國人也能重返故土，而古巴人民終將能夠自主決定這座島嶼的政治未來。唯一遺憾的是，那個罪犯卡斯特羅已無法親眼見證自己政權的覆滅。好吧，朋友們，看到這樣的評論，而且清一色的類似的評論，不知各位有何看法？這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德國人的世界觀。唉，這世界真的不太平啊。好的，朋友們，那今天就到這裡吧，我們下期見。